你说叫警察，我叫过哦，我帮我朋友一间欠缴房我叫过，结果警察跟我说什么？哦，没有，要出事才能叫。哦，结论上就是要出事才能叫，你不能够说都还没事，他欠缴租金，我现在去敲门，我怕有危险，好，然后警察你跟我去不行，哦，这样子是不行的，好，莫名其妙，那怎样才行？就你被砍了，哦，那时候你报警，好，这时候有效，就这样嘛。然后那个警察振振有词，哦，没有啊，我跟你讲啊，慢慢讲，他是说很多的那个社区开管委会，大社区开管委会都是大乱斗嘛，大家那边吵架打架丢东西或干嘛的，所以他们都会接到要开管委会就会接到说帮忙去那个社区站着就好，不用做事，站着就好，有警察在场哦，大家就不敢乱来。那个东西他们也不能去哦，因为还没出事哦，就莫名其妙，嘿，这莫名其妙。房东是高危险职业吗？先说结论哦，你就想办法把租金拉高，然后不要跟房客同住，这样就安全非常非常的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今天这个话题比较严肃哦，这个有房东又被杀了，我们动不动都有房东被杀这样。哦，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哦。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房东是高危险的职业吗？哦，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哦，是一个蛮不好的新闻哦。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才租3个月，中和南拒分电费，猛挥10多刀砍死女房东哦。讲一下这新闻，这你应该也有看到了哦，就在中和，一位67岁哦，注意哦，67岁的张姓男子在7月间带着身心障碍的19岁儿子，跟75岁洪姓女房东于每个月6000块承租房子，3人同住，然后入住以后就开始出现各种摩擦，房东就要求对方每个月要多缴3000块来作为水电瓦斯及网路费，然后2个人就因为某次的电费吵架，张男一时情绪失控，从厨房拿出一把长扫刀向房东猛刺。哪个好人家里会有扫刀啊？那最后房东倒在血泊中，当场毙命哦。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倒抽一口气，很可怕哦。那今年6月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新闻哦，在万华啊，标题我念一下：万华失明2房东被砍头骨全碎，惨死，死者儿弱相残。生气不起来哦，这次是2房东啊，细节我就不讲了，反正就一样是跟房东同住，然后出现意外。我朋友就开玩笑跟我说，房东是高危职业呢，这个保险公司看他那个是房东的话，那个保费都要加哦啊，叫他小心一点哦。好啦，我们认真来讲哦，所以你要知道，不要跟房客同住，对，就不要哦。因为房客跟房东天生对立，今天如果你们住在一起他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看你不顺眼，然后就会吵架哦，这个很正常。你在家里啊都会跟你爸妈吵架，什么碗放桌上没有收，开关门声音太大声，什么都被念了。现在是2个陌生人住在一起，怎么可能会从头到尾不吵架？你看哦，你站房东的角度，就是说这间房子是我的，你付的房租也没多少，都不够我缴贷款，然后还不好好维护环境哦，这个房客不行哦。这很有道理。然后站在房客的角度，就是我都已经付钱给你了，我也没有故意要弄乱你的房子就是不小心门开关大声一点而已，你跑那么远来跟我靠腰哦，这个也是有道理哦。所以2方讲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吵架的环境哦。那避开吵架最好的方式就是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很消极哦。你就是只要签约跟解约的时候出现这样就好了那其他时候都各自安好，自己过自己的，这样让他两不相干，这样最好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他也砍不到你嘛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避免发生意外最好的方法，目前看起来叫拉高租金拉高租金。那如果你想要更稳健的做法，我跟你说，你就是把租金拉高用租金来筛选租客这也不是歧视就是说什么能付比较高租金的人他的那个水准比较高，不是是他的薪水一定比较高很少有那种我月薪3万然后付2万来租房子就算有，也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那我的经验是，你租金太便宜，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些牛鬼蛇神、8+9什么的就很容易给你不代誌像我有一个朋友，就租那个6000块的套房，哪间我就不讲了反正他是有一天看到警察来另一间把房客带走，
你就问一下，想说吸毒，就这样，对你便宜的房子就是会有这种奇怪的租客，这个还是运气好，没发生事情就被人家通报抓走。那如果那个人吸毒暴毙在床上，或是吸毒神志不清，拿刀在那边挥舞，那这个房子到时候直接出事情变成凶宅，这那个房东怎么样？不是很衰吗？那我现在认真说，我找到了解法，就是把租金拉高。这不是说凭空就把租金拉，而是我前面就讲嘛，我们会花钱我们买一间房子都要花钱，把房子都整理化妆过，那个没有到装潢的程度那个装潢要打墙要干嘛，然后瓷砖浴室防水重做，我没有要那样那我们会花钱把这间的质感做出来不知道抄什么，你抄无印良品或是那个 IKEA 风格的那种房子它租金就会变高了好，那把租金拉高就可以形成一个过滤租客的筛网才能够筛选到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会来租那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会来做的等级，通常都是什么工程师或是什么高阶主管之类的就是他们的薪水不错，不是那么 care 说房价贵一点这样，然后他也不会拖租金而且当你的装潢弄得很不错的时候，他会很愿意持续去租，因为他知道外面几乎找不到这种房子那这样你也会很省事，真的想办法去拉高租金，你会省事非常的多。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房东是高危职业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在中和有一个房东因为水电费的分摊没有谈拢就被房客砍死了，活砍死，很夸张那看到这个新闻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我的建议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跟房客同住，因为房东跟房客本来就是站在对立面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房客怎么样，有点敌视房东，没办法，这个社会对房东太不友善了。那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各自安好你就是签约跟解约的时候出现，这样就好了。平常有事都用赖来联络沟通，不要没事跑去租屋处，这样才能降低你被讨厌的几率。另外，我也建议你你有能力的话，你就把装潢弄好一点，然后可以把房子用比较高的价格去租出去，贵一点的租金那这可以让你很有效的去筛选房客，会愿意租的，通常财力比较没有问题，也不会有什么拖欠租金之类的事情你也不用去管它，就是等每个月有钱入账这样就好。那这也可以确保你的人身安全对，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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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
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哈，新北很远哦，远到淡水哦，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哦，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哦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哦，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哦，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哦，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哦，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有钱。讲八卦哦，讲八卦。这次的八卦我就要讲不好听的话了哦。不过这就是台湾房东目前真实的处境哦。来，第一个，台湾房东在法律上很弱势哦，是真的是在法律上是弱势族群。我不是说房东是弱势哦，房东就有房子，他弱什么事哦？那我说的是在法律上他是弱势的族群，为什么？因为法官就是觉得你有房子啊，你是资产方啊哦，然后反正你就是这样，都是判起来都是偏向租客的。然后台湾还有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好，这是一个法，它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在出事的时候，你看你不管是民法还是那个住宅租赁管理办法，它都是要你等2个月哦，2个月不是说他这个月没缴房租好，然后你隔2个月，第3个月第一天你可以改，不是，是你要等2个月，等他的当初的押金消耗掉了哦，然后再过2个月哦之后才能够开始进行催告等等的程序。反正就是按要等4个月，有1/3年你都必须要没收到钱，让人家继续住免费的哦。这个就是台湾法律上的弱势哦。那保护租客是一回事，这个法一直都没修，一直以来都是长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政府自己踢到铁板，为什么？他的社会住宅啊，你觉得社会住宅那个正常的人是一回事，但一定会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就是社会上的问题人物嘛，更生人哦，被关出来了。然后刺青刺到头后面的然后脑残穷，每一个人都缴房租都没有问题最好是，所以社会住宅已经出现了大量被欠租的事情了。接下来政府自己踢到铁板了，你看他自己做房东，以前他们敌视房东那现在自己踢到铁板了那我也没有看到哪个立委在那边组织要推动去修法反正修下去就很不居住正义嘛就变成说是利益考量这样那这个就是台湾房东在法律上的弱势，一旦发生你也不能干嘛，你也不能怎样然后你要是破门或是怎样进去立刻把人家搬空又有各种刑法上的问题。当然你不怕吃官司的话你不怕背前科的话，那你是无敌的就这样但何必要搞到这里呢？我们也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要去犯法人家就被欠缴房租，又不跟你好好讨论，那你是要我怎么办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也不能怎么办，你就是要硬等4个月你才合法就这样。第二个，越穷越乱，你不觉得吗越穷的族群他事情越多越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说是有钱人的那个幺蛾子会比较多，没有，是穷人越穷越乱。那这个刚好是很多老房东他们心里也是怕这些人，可他们的行为就是会招致这些人来租他的房子。为什么？不想整理放着然后随便便宜租一租然后人家那边可怜几句我怎么，然后他就心软他就说好啦，然后就租了。越穷越乱越穷你的租客问题跟状况会越多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不止我这样。我前辈们，我们大家都有讲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去拉高租金？花钱去化妆这个房子去拉高租金？观众那边会员那边讲说，不对可是我这样算一算，我们只是要拉5年的租金，我要花一笔20-30万、30-40万现在台北可能要花到50-60万，那我算一算，我每个月拉了租金然后这样子我平不回来变成说我这个租金回本的周期可能抓到3-4-5年那这样子没有赚头，就不是要这个赚头，就不是要赚这个嘛。就是要拉高，也要去过滤那个租客，让未来5年的出租不会提心吊胆，是在购买这个效果而不是说这我们整理房子没有说要把它平回来的。对啦，每个来都跟我说这个算一算好像不对呢，那能不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要把房子的租金拉高，那你要有理由的高拉高了以后去怎么样去好好去筛选你的租客，还敢来租的
好，他明明同社区就比较便宜，他还要来租你这间比较漂亮的，哦，那个就是有经济实力哦。那有经济实力哦，可以反映很多事情。即使他做的是八大，他也是比较厉害的八大嘛，对啊，哦，就这样，越穷越乱，越穷越乱哦。所以千万不要去做什么哦，就是超便宜、超阳春，你招致来的人哦会乱七八糟的。有钱的会不会租？他不会租的，有钱要去比较好的房子哦，比较单纯的房子啊。没钱的人什么都没差，他们都这个租金6000块的套房，那我去杀看，看能不能杀到5000块，赚到，然后怎么样嘛，然后乱搞哈，越穷越乱哦。来第三个，就我看了一下过去房东被杀哦，都是租客都是老男人哦，老男啊，用 PTT 的话讲叫老台男哦，就老人哦，男的哦，就是这样。好，那老台南他今天哦，他已经60-70岁了，他还来租房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为什么？他没有房子哦，也不会是什么60-70岁因为工作的关系外派出差啊，你不是退休了嘛？哦，退休的年纪哦，好，他没有房子，就变成要租房子。这件事情哦，本身就是一个我们也不能说他怎样，但是就是他在金钱财务上可能有状况。你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房价，你居然没有房子哦！我最常听到的原因哦，也不是说年轻不努力，都拿去匪类哈，都拿去干嘛花掉，结果没买，不是哦。我最常听到的原因是生意失败哦，就他也是好好经营，就倒了或怎么样，然后导致他拿房子出来押出来赔哦，然后没有房子，生意失败。就老台南这件事情哦，不 OK 啊，就是不 OK 啦。那个老台南哈，你也不要说我什么歧视，妈的，你现在自己去看房东被杀新闻，是不是那个杀人的租客都是老台南？就这样啊，那你还要我不要歧视啊？这个族群就很容易发生啊，所以下次遇到那个老台南没有房子就超过65岁退休年龄以上就还来租房的这种，要来跟你租房子，你知道要怎么做了就不要租他，就说已经租掉了，就这样。为什么？他没有房子他妈的杀人都敢当然这个是滑坡，就是当然也会存在那种很好的老台南就好好的，然后大家都相安无事还要帮你维护房子，但你敢赌吗？一下是被杀就被干掉了就在那边就下去了，就下线了。那另一种是我可以来赌赌看它是一个很优质的老台南，你去赌啊？我是不敢的，我们就不要去租到这种的，他就没有工作收入，然后他还要租房子，他又没有很惨，这个。你拿给你国中侄子去看，这是不是高危险族群？他一定跟你说，那我也不会租他。对呀，你就是不愿意去花钱化妆房子，就变成说来珊瑚组来租的都是这种老台南，那你还觉得说这个现在房子怎么变这样只能挑一组看起来比较 OK 的去租了？不是这样，好好去整理房子，只要你的房子在蛋黄区。都很 OK 的因为蛋黄区老房子老房东大家都不整理你有整理你就差很多就这样。下次再看到租客是个老台南，我们心里的警报就要响起来就是这样。为什么？你过去房东被杀都是这样女的租客比较就是你伤害自己就是关起来烧炭或是干嘛的，男的老租客都是你伤害别人就是这样那。再来是认真挑租客，你要认真挑租客，你不要忙或者是什么仔细的去问，然后该问的问题都不要少认真的去挑选租客这样只能降低自己未来曝险的几率然后再来最后一点是，当发生欠缴租金的时候，或是各种情况你要去瞧的时候，你要带男人去如果我们自己是男人像我们就是带另一个男人去。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女孩子房东那你就是要带一个男人去最好是看起来比较拍饼趣味最好是包一只手那最好是吃槟榔反正就是看起来流氓做派的那种人跟你一起去处理房子，就这样。为什么？怕被杀，就这样我们也不是要去对付人家的，但是就怕被杀。那个老台南，我相信今天这个女房东如果她旁边跟了一个长得就像肥肥的流氓这样。那个房东今天杀不起来，一定对不对？他要杀什么？他杀到时候被夺刀，然后反过来自己被杀他会去杀人，他就是不想被杀就这样。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男人去处理，而不是你不要再找另一个弱女子，我们一次 double kill。
那你就找一个男人然后肥肥壮啊，大家身边都有这种朋友了就是看起来就是不是善类就找这种然后跟你一起去处理房子，只能这样就是要这样。为什么啊？那个租客就已经在敌视你了，然后又欠缴租金，欠缴租金这件事情他自己不知道嘛？他也知道啊，他就是说好干，好要来了。好，那我要怎么样然后他做好准备，你的房子里做好准备要来对付你，你还单枪匹马去，这不是鸿门宴，这是什么吗？对所以我来帮人整理一下。第一，房东在法律上的弱势；第二，越穷越乱第三，过去杀房东的都是老台南第四，认真挑租客；第五，欠缴租金你要找男人去一起处理你不要自己去，你的女孩子就不要自己去。如果我们是男的也要找另一个男的去他看到人比他多，他就会怕啦，就这样啦。这种人就是这样，他情绪压开就压开情绪压开。我们两个，我跟我带去的男人，我们一起压开那也比他强就是这样。按你说为什么政府都不保护不介入？政府说有啊，我有做啊，社会住宅啊，是那个老台南带身障儿子他自己不来申请，或是申请不过的我有什么办法？你看就怕犯错，就是这样。做事情有没有做？有做有没有用？没用大家都是这样，就这样混着又导致一起社会悲歌。今天是分摊电费而已呢，就莫名其妙的事情，小事都要杀人这可以反映出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分摊电费这件事情，然后吵到要杀人那个完全在杀人之前有非常多的方式路径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选择的是厨房拿出扫刀，直接现场把那个女房东杀到死，莫名其妙，又反映了那件事情越穷越乱就这样这都很不好听但是这就是我们台湾房东目前的现况拉高租金，认真挑房客看到老台南就是已经租掉了你不要得罪他，老台你们是不是很容易杀房东啊？那不然我们来不能这样那你就是好好挑租客，看到老台南你要怎么婉拒他？你就说已经租掉了这样就好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看到的这次新闻就房东又被杀了我相信现在法律不修那这个情况之下未来还是会持续发生以欠缴租金这件方式你说叫警察，我叫过我帮我朋友一间欠缴房我叫过，结果警察跟我说什么没有，要出事才能叫结论上就是要出事才能叫，你不能够说都还没事，他欠缴租金，我现在去敲门，我怕有危险然后警察你跟我去不行这样子是不行的莫名其妙那怎样才行？就你被砍了那时候你报警好，这时候有效，就这样嘛。然后那个警察振振有词没有我跟你讲慢慢讲，他是说很多的那个社区开管委会，大社区开管委会都是大乱斗嘛，大家那边吵架打架丢东西或干嘛的，所以他们都会接到要开管委会就会接到说帮忙去那个社区站着就好，不用做事，站着就好，有警察在场大家就不敢乱来。那个东西他们也不能去因为还没出事就莫名其妙，这莫名其妙。我们明明知道现在单刀赴会鸿门宴这个是个有风险的事情，然后警察不能够出去，一定要出事情才能出去，不都这样吗？这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上身为房东在法律上真的是挺弱势的真的是挺弱势的，所以我们只能怎样自己保护自己自己保护自己。那我们保护的方法就是花钱整理房子，拉高租金，认真挑租客，看到老台南就说已经租掉了就这样跟你分享。还是说你有什么挑选租客避免被杀的大绝招，你那个留言区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想到我租房我又不是做代租代管物业管理的物业当然他们就经验丰富，什么神招鸟招通通都有我们就自己家族的房子经验一定是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多的如果你知道什么神招的话，底下留言区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